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，可锦薇还记着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废物！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，将他强行推上皇位，以至于君臣不和，朝野震乱。我父帅为了大义，最后身死。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他就应该是皇帝。真是笑话！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，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。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，他不做，你能如何？我也不做，你又能如何？锦薇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。如果不是师父，我5岁那年已经死了。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：杀死季宇的，不是我，也不是锦言。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锦薇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昔日北篱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行义军侯，雷梦莎之子雷无邪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篱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晨，请全军退避。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下一刻开始，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篱大都护，一军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季家大将军。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
念蜀姑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就案昭雪。此局势浩大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奸人已伏法，就案昭雪。此局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令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成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于法场上自刎，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军3字吗？大将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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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卓欣谨微伏法，
进言失踪，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二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二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事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，太累。所以他当年放弃了，我也一样。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二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二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无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2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，没错，
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峰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，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，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
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。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呐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保护殿下。国师自幼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，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祝贺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，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
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，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琅琊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想不到七弟常居府中，消息还如此灵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琅琊军与那王离天军血战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杀到天启城中，踩着那天启城民的尸首，一路杀到泰安殿，再把我们这些萧氏皇族杀个干干净净。好让那上军与下军坐收渔翁之利是吗？全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琅琊军。开宫门，圣上，莫须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真像啊！童儿，凌晨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哼，虫二哥，嘿，你眼睛看得见了？是，只是没想到，复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你起兵叛乱。我叛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是回家了呢？这是谨言跟卓心公公。卓心公公是上任五大监唯一存活之人，不得皇命，不得擅离皇陵。卓心公公为何来此？不奉皇命擅离皇陵，当斩！重塑朝纲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先皇帝亲笔撰写，还不立即跪拜？快！哼，拿着一封不知真假的卷轴就想让我们下跪，卓心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先皇龙凤卷轴中所写名字，乃琅琊王萧若风，明德帝萧若锦忤逆夺位，当年强迫琅琊王撕毁龙凤卷轴，最后登上皇位。吾等五大监这些年忍辱负重，终得此封龙凤卷轴，故重塑朝纲。
正萧氏皇族之大统，迎琅琊王之子萧凌尘回天启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混账阉人，胡说什么？上面有玉玺之印，先皇亲笔所写，岂能有假？当年我琅琊王叔亲口在殿前当着众人之面呼出的是我父皇的名字，岂有逼迫之意？再有，就算是逼迫，当年你们五大界为何坐视不管？重儿，莫急，让他说下去。吾等受先皇恩赐，今日定当还天下之清白。我手中有百官联名上书，愿拥护大统，重整朝纲。前辈，公公，琅琊王殿下，公公今天亲自来一趟，是准备看我荣登大宝吗？正是。龙峰卷轴在此，愿琅琊王殿下亲口宣布，谁才是真正的萧氏大统，北离正主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打开此卷轴啊？愿琅琊王殿下兴起龙峰卷轴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登上此王座，称帝北离？愿琅琊王殿下即刻即位，称帝北离。众将士，你们效忠的是我琅琊军的军旗，还是这北离的皇旗？公公，你可想凌晨今日亲启啊？恭请殿下。我萧氏皇祖纵横战火40，予以开国，历朝6代，传世123年，国运昌隆，万国朝拜。我萧氏皇族之大统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制？逆贼，当斩杀！逆臣已伏诛，还有谁想前来送死？怎么样啊，萧瑟？啊不，萧楚河。方才撕毁那卷轴的气势可还霸气吗？我可是想了很久了。我派机属去找你，你为何不直接回报，非要湖州说上正义道的？这样才有气势嘛！我萧凌尘身负琅琊王血脉，岂有后退的道理？你萧楚河继承了琅琊王的衣钵，
又怎有不战的道理？所以面对那些要祸乱朝纲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战，不退。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
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？来客人了。哎嘿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量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杰克，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？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来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，我这身袍子乃是天启城玉秀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。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
雷无节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智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节，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壮心间断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昂青春，曾是我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哎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等，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
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，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
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二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二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
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生为无解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回手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，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跟你玩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莲，你给我等着！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。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掐！
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掐！掐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冥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冥侯、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3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。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金明蕊。
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；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